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给中俄不同定位，10年竞争的关键期，美国重点会在何处下手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在美国刚刚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，提出了一些美国所判定的威胁和挑战，比如通货膨胀、气候等等问题，那都算是全球性问题了。关键是报告里边第23页到25页。重点描述了跟中国的竞争，第25页和26页谈到了俄罗斯。你看这先后顺序就很有意思。虽然美国人认为中俄双方的利益是越来越趋同了，但是这份文件中两部分内容措辞还是不一样的。基本上，中国被美国说成是挤压周边国家地区的霸权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。这里边的修正主义呢，跟我们国内说的修正主义不是一回事儿。是指中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，但是呢，和中国激烈竞争之余，中美双方还有合作空间。而说到俄罗斯，就认为俄罗斯严重衰落，但是威胁巨大，必须对俄罗斯进行约束。谈到中国，这个文件反反复复强调一个词儿是竞争，说未来10年是中美竞争的关键10年。但说到俄罗斯，那就不是竞争了，直接就是斗争的味道了，特别是最后一段话。说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严重的战略误判，俄罗斯的未来应该由俄罗斯人民决定，使俄罗斯作为主要大国重新成为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力量。这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说你们普京不行你们俄罗斯人民赶紧做点什么，把普京拿下吧，然后换个人当你们的总统。这就是在利用俄罗斯当前内部的一些矛盾，呼吁政变的。这个细节很有意思，因为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文件，更多应该是着重描述长期的规划，而这个文件涉及俄罗斯的最后这几句，干脆就直接成了一个短期效应的煽动性的宣传单了。当然，我们更关心美国所说的对中国的竞争会在哪里下手。那么文件谈到了新疆问题、台湾问题，这些都是老调重弹，关键在于美方强调中国是靠经济、科技、外交等等实力试图改变国际秩序，给其他国家施加压力，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走向，说明美国还是很精明，他们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关键点。如果回顾这些年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体，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过去引以为豪的成就都是什么？不管是便利的网络商业环境、四通八达的高铁，还是其他各种宏伟的基建成就，亮色都是科技和经济。市场还有供应链让我们成为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，而我们最大的短板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输出和价值观输出。所以美国的竞争未来应该还是2方面着手，一方面继续在基础科学研究上下手，比如不让中国发展关键性的电子产品和软件的设计生产能力，让我们不得不成为美国厂商的市场，从源头上想掐断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市场的竞争力还有创造力，迫使中国停留在相对低端的产业上，提供附加值更少的服务，然后挣回来的辛苦钱再去换美国的高技术商品。另一方面，还是要利用我们软实力，比如宣传手法、宣传态度等等方面的短板，努力塑造中国周边的政治环境，制造和加剧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冲突，让美国可以从中渔利。而在我们内部，美国一定会继续挑动各种极端思想，用我们自己的言论试图孤立我们自己，用我们的群众给我们的中央施加各种压力。在这些手段中，科技方面的限制其实并不是特别可怕。这么大一个国家，这么多人口，哪怕只有极少比例的人才能够专心的科研攻关，我们科研人员的绝对数量就不少，我们就有打破垄断的那一天。所以后者有可能是更狠的一招，因为科研让少数人去做就可以了，但是一个国家的整体舆论范围只有少数人清醒是绝对不够的，所以要让多数人不去集体性的犯错误，我们需要更理性、更真实、更有层次、更有高度的宣传，更科学、更系统、更全面、更能建立完整知识框架的教育，而这些都需要系统工程，这不是靠突击式的、运动式的3板斧的活动能解决的。那么我们未来的战略应对要考虑的可不仅仅是美国说的关键10年，是要考虑几代人的时间，要打造一个全球科学素养、政治素养最高的10多亿人口的一个中华民族。